关节不退化，骨质不疏松，欢迎收看骨骼关节健康讲座。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为。如果你是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，而且你固定在医院拿药，或者是每半年就打玻尿酸啊、打 PRP 啊，你可能要仔细听一听这一集的内容。我们这一集来谈谈，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呢，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应该要有哪些注意的事项。最近肺炎的疫情越来越严重，所以每个医院管制也都非常严格。拿成大医院来说，现在要来看病也是非常的麻烦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停车场已经没有开放了，所以你必须要在很远的地方就停车，然后自己走过来。然后呢，走进来以后呢，还要像海关一样排队，每个人都要刷健保卡，要量体温才能进来。那有发烧，可能就要到急诊去处理这样。那所以呢，如果轻症的患者，建议就尽量少到医院了。除了少到医院，应该也要少到公共场所，才能避免疫情扩散，避免感染武汉肺炎哦。OK， 那如果你有退化性关节炎，那又有在拿药或者是在做其他的治疗，可以给各位以下3点的建议。首先，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有适度的运动跟伸展。把你的肌肉伸展开来，然后有适度的运动，这样子关节会比较柔软，活动度比较好，也比较不容易就会发作，就会疼痛。那伸展拉筋，这个是让关节比较不会疼痛，而且可以提升免疫力。那有适度运动，那而且最好是在户外的运动，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。而且呢，在户外运动也可以避免在室内密闭的空间，那造成感染的机会增加。如果你本来是在健身房运动的话，那你可能要小心了。健身房是一个密闭的空间，如果人很多的话，现在这个时候要不要去？那你要自己好好的考虑清楚。那另外在日常生活的方面呢，如果你的活动量比较大，或者是工作量比较大的话呢，一到晚上就会开始肿、开始酸、开始不舒服，就会需要吃消炎止痛药。那这时候你也要适度的减少你的活动，还有减少你的劳动，这样你疼痛的次数不会增加的那么快，也不会那么快就把药物吃完。好，讲到药物，那就有给各位第2点建议，就是药物的调整。通常呢，如果是退化性关节炎的话，医生开给你的药都是消炎止痛药。那这个消炎止痛药其实有吃没吃，除了痛以外，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所以如果你不需要使用那么多药，你就有需要再用就好了。本来你可能每天吃，那可能想一下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减轻疼痛，例如说多休息啊、热敷啊、伸展啊，这样你可以从1天吃一次变成2天吃一次，甚至变成3天吃一次，这样你的药就可以用的比较久。你可以等到药物吃完以后再去拿药就好了。那如果你去拿药呢，可以考虑，如果你用这个药物都觉得很 OK， 没有什么太大的副作用，很稳定的话，可以跟你的医师讨论是不是要拿慢性处方签，这样你只要3个月以上再进到医院再看一次医生就好，不用每个月都到医院来这样子。那最后呢，如果你的药物都用完了，但是你又不敢去医院，怕自己的免疫功能不好，去医院太危险的话，事实上药局也有卖止痛药。药局有一些药性比较温和的止痛药，例如说普拿疼这一类的药物，可以缓解你的疼痛，但是呢，它又不需要医师的处方签，这一点也是可以考虑的。那第3点要给各位建议的就是，如果你有在打玻尿酸啊、打这个高浓度血小板血浆这一类的治疗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慢一点打。如果你时间刚好已经到了，然后要到医院去打针了，你不一定要马上就去打，你可以慢一点打。如果你觉得效果还在的话，还没有开始不舒服的话，其实延后几个月它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，因为玻尿酸啊，还有这些 PRP 高浓度血小板生长因子，这些都是算是比较保养、促进修复的治疗，所以就算慢一点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OK， 那如果你下次要打的话呢，也可以考虑，如果你本来是打玻尿酸，每半年就要到医院打3次。那你可以考虑改打 PRP， 它只要1年1次，或者甚至就是打1次之后有不舒服再打就好，可以大幅减少你到医院来的机会。
以上就是给各位的3点建议。第一点就是要适度运动，健康的生活习惯。第二点就是药物有需要再使用就好了，一定要找其他的方法来减轻疼痛。那第3个就是玻尿酸、PRP 等针剂的治疗，其实你可以延后再打，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OK， 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我知道很多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都是比较年长者。那年长者呢，如果罹患武汉肺炎的话，它的危险性就比较高，死亡率就会比较高。所以请各位尽量少出入医院，少出入公共场所。当然，如果有一定要到医院的理由，要来看医生的理由，还是要做好防护装备以后，就来按时来就诊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我们关节不退化，骨质不疏松，骨骼关节健康讲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